还有啊，以后啊有什么事儿你一定要记得给我打电话，你知道吗？谢谢你，阿美。今天不能一起吃饭了，我下午要去透析。你看多可惜。那我就不送你了。留步，小心，小心。哎，你留步。好，再见。珍珠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总，我只是想来帮忙。不用了，你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人，请你放下你手上的东西，马上离开。我知道我被开除了，可是我预支了公司3个月的工资，我想帮忙，我不想当一个欠钱不还的人。你马上给我滚出去！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想来就来啊？你这个人怎么连最基本的道理常识都不懂？我跟你说最后一遍，你已经被开除了。你是不是要我找人来把你拉出去啊？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可理喻，非要赖在这里呢？我会走的。我知道我犯了很多错，就像副总说的，公司不可能再继续留像我这样的人。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还有老板，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和帮助。本来是想帮忙的，没想到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先走了。喂，麦姐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琳琳。对，好久不见。哦，我没什么事，我就是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有招聘是吗？啊，对，因为我们公司最近开除了一位员工，他叫珍珠。那个人在我们公司，他有一些违规情况，还蛮严重的，而且他还有偷窃其他员工工资的行为。对呀，对，哎，那麦姐，那你注意一下。珍珠，奶奶，怎么，公司的事还是不太顺啊？奶奶，你辛辛苦苦的把我养大，到现在还让你操心，也没让你过上好日子，真没用。怎么会没用呢？等我的珍珠当上设计师，奶奶就有好日子过喽。奶奶，成为设计师，肯定要让你失望了。今天才发现，真的是一个糟糕的人，糟糕的妈妈，糟糕的媳妇，糟糕的孙女。怎么了？今儿怎么净说丧气话呀？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挺勇敢的，可是越勇敢越出错，我现在都勇敢不起来了。抬起头来，抬头看着我。你想想看，奶奶做了20几年饭团嘛，难道还没看懂什么事儿？你说说，为什么便宜的生米做成饭团，价钱就可以卖出比它高好几倍呢？因为奶奶手艺好。不对，因为生米忍受着用水洗、用手搓，还要熬过蒸笼里边的高温，才能变成饭团上市场，受到顾客的欢迎啊。奶奶，
你是不是想让我像生米变成饭团一样？是啊，其实人生啊，就像生米一样，总会遇到很多辛苦事儿。如果你现在放弃了，那就像，蒸笼里熬不住高温的饭团变成家生饭，既不好吃也卖不出去，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比那个生米值钱的多。难道你想这样过一辈子？孩子，你记住了，不管黑夜有多长，天总会亮。所以你根本不用管你们原来那个公司要你不要你，只要你把你的手艺养好了，去哪家公司都一样可以出人头地的。奶奶，知道了。我只要有好的手艺，足够的经验，就算别人知道我是小琪的妈妈，也不会介意我。是啊，咱们的法律什么时候说了，设计师不能要我当妈妈的？奶奶说的对，所以啊，奶奶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，活得很久很久，这样就可以亲眼看到我当设计师了。你放心，奶奶现在骂起人来还是很有力气的。在小琪上大学之前，在你当设计师之前，奶奶是永远不会闭上眼睛的。奶奶，我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。哎，Nancy，你看一下好，是这个效果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哎，总监回来了。啊，怎么样？伦敦天气不错吧？天天在下雨。总监累不累？要不要帮您泡杯咖啡？不用了。珍珠呢？怎么不在？去哪里了？哦，他啊被开除了。为什么？谁让他手脚不干净的？阿梅，赶紧把那2个新款拿过来，快快快！啊，对，包给我。这李太太太难伺候了，我真受不了了。又不行，不行不行，这两件，OK OK，Shirley。怎么了？老板，这李太太真的太难伺候了，她试了一大堆衣服了，她都不满意，她非要那个珍珠帮她搭配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哎，来了来了！一件都不行吗？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们真的尽力了。你们这是什么服务啊？拿到衣服这么难看？亚明，好，张总。回来了，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好，谢谢。亚明，这次行程一切顺利吗？除了原定的采购谈判，我还抽空去了一些独立的设计师工作室，很有启发性。对于明年设计的思路，我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构想。回头我整理好报告再给你看。还好。亚明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需要，随时开口，公司全力配合。我需要人手。好啊，如果说助理不够的话，我们重新再招聘一些，全部都是给你使用。人数不用多，关键是人要踏实、勤恳。上次提的那个小白，我必须要说，我不太满意。那么，你心目中有没有自己的想要的人选呢？我觉得珍珠更适合做我的助理。珍珠？嗯。可是他已经给公司开除了。你是说小白丢钱的事？因为玲玲她查过这个事情，珍珠她的嫌疑是最大的。
那段监控我看过，一片黑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根本就缺少证据。不能因为珍珠是最后离开，就栽赃到他头上。公司不想把事情闹大了，所以说呢就没有再继续的查下去。我觉得这样做对他不公平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不诚实，他隐瞒了他自己真实的情况。你是说他已婚还有孩子的事？你怎么都知道啊？他跟我解释过，当初康总在他入职的时候跟他说过了，4万的员工不能因为家里的事而耽误。如果要结婚生孩子的话，就不要在这里工作。他因为害怕被辞退，所以一直隐瞒自己的情况。天哪，他就是为了这句话呀？那他也太傻了吧！我觉得她是个寡妇，还带着孩子，确实很需要这份工作。她是个寡妇啊！她这么年轻，怎么还带个孩子？哇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所以，但是现在怎么办呢？行政部门已经把通知都贴出去了。你为什么会对珍珠这么的关心？现在啊，想做设计的人很多，课程理论都可以学，但是天赋和认真却学不来。珍珠正好都有，我就想培养一下而已。而且，我觉得她在这方面很有潜力，对公司的将来一定很有帮助。只是这样子？还能怎么样？OK， 没有。好的，我会仔细考虑一下你的要求。好，那我回去工作了。好。莫言，那个老板在吗？珍珠，你不是……我是来还钱的。哦，你等一下。哦，喂，张总，珍珠现在在楼下。他说是找您来还钱的。是，知道了。张总在办公室等你。谢谢啊。进来，珍珠，有什么事吗？老板，我是来还钱的。之前跟您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，没有及时还给您。不过我现在在洗衣店找到了一份工作，这是1个月的工资，不能一次还清。但是我每个月发了工资，都会来按时还给您的。你现在一个人还带着孩子，很不容易的。再说家里面也等着急用，这笔钱你拿着。不，这个钱您一定要收下。我再穷也不能欠债，要不越欠越多，一辈子都还不清了。还有，谢谢老板能给我进入4万工作的机会，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谢谢你。那我先走了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珍珠，等一等，电话，张总找你的。
喂，张总。你今天忙吗？还行。那你还愿意去帮 VIP 的忙吗？上次那位李太太非常喜欢你帮她服务。好啊，我当然可以啊。那好，可是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样子我就是让你回公司喽。我知道。那么呢，李太太的衣服呢，我已经放在门市部门了，然后你去帮她拿过来送给她就行了。哎，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啊。请进。老板，珍珠，我送完衣服了。怎么样？李太太怎么说？啊，她说她挺满意的，老板给她选的衣服她都很喜欢。你知道吗？这位李太太啊，是出了名的难搞，只要稍有不满意，她会把那个店员骂得头破血流的。所以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样能够做到的。我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上次给她改过衣服吧。你帮她改衣服？她有一件衣服是她先生送给她的，对她来说很重要，但是现在穿着腰身又不合适，我就帮她改了改。那肯定，你帮她改的，她很满意。听丁老师说，李太太打电话来说，她终于可以穿给她先生看了。很好，很好。珍珠，那你现在洗衣店正式上班了吗？没有，我也就是暂时去帮忙，他们也是临时缺人手。我真的好奇怪，今天一天了，我的脑子里一直出现你帮我煮的蛤蜊豆腐汤，好想吃哦。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，可不可以帮我再煮一次？你有事情啊？没事儿。那到我家去吧。谢谢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今天会稍微晚一点回去。爸，再见。来，喝杯水啊，谢谢老板。坐下。珍珠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可以隐瞒这么久。结婚几年了6年多了。小孩多大了5岁。儿子还是女儿？儿子。有的时候我这样看着你，我觉得你真的很不简单。如果不是凭着你这份坚持的话，我觉得一个人真的生活不下去了。对了，老板，这是我这段时间总结的一些服装搭配，还有设计思路，你看看。公司不是正在筹备下一季度的设计了吗？然后我自己就琢磨着瞎画了画，您看看我有没有进步？我喜欢这个腰线的设计。坐下。对了，珍珠啊，如果说公司同意的话，你还愿意再回来公司吗？回来？你说4万吗？我愿意啊，我当然愿意。我还想继续跟着亚明老师学习呢。其实，公司这一次开除你确实比较草率了一点，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嘛，对吧？还有就是总监不断的在我耳边说，一直希望你能够回来帮他的忙。老板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，谢谢老板。但是哦，我觉得你一开始就隐瞒小孩子的事情，当然在外面找工作是比较容易一点，但是到了最后，人家还是会知道你在撒谎的。老板，我真的不是故意隐瞒不说的，我是因为听到副总说。
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被公司开除是我的错，对吗？不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当时是自己信心不足，担心不符合公司的规定，所以我才……所以你就大老远跑到张总家来，是来求张总让你回公司的吗？不是。那倒不是的。今天是我让珍珠来这里，我跟她谈点事情，顺便她煮我最爱喝的汤给我喝。那张总、副总，你们先聊，我去厨房了。美慈阿姨，我不管用什么理由，这样的员工有了说谎的先例，留在公司始终对公司不利吧？而且他说过一次谎，肯定就会有第100次。他是个有老公的人了。她老公死了，她带孩子住在伯家，跟寄人篱下没有什么区别。她不过是想要靠自己的力量给孩子更好的未来。你不想帮她一把就算了，没必要说的那么难听吧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医生，对不起。我很忙，我现在就要去验伤，我还有医学会议要参加呢。对不起，医生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医生，我家里还有小孩要照顾，每天还要买菜、洗衣、做饭，而且工作也是刚刚才找到的。你有小孩要照顾，你要洗碗做饭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撞到人就应该负责的。怎么，说不出来，掰不下去了？你掰不下去就在里乖乖的等着，验伤单很快就过来了。你不要想多想。你手机为什么不开啊？不是你让我走的吗？干嘛又找我？你是不是有小孩了？都当妈妈的人，还装出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，可说的话全是谎。结婚了你不说，生小孩你不说，就连教你蛤蜊豆腐汤的不是你妈妈，是你婆婆，你也不说。你干嘛那么生气啊？你说的这些事都是我的私事，我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我干嘛要跟你说这些？什么都不知道就别瞎说。珍珠老公是我兄弟，在小七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不在了，你听得懂吗？珍珠虽然是单亲妈妈，可我会替我兄弟保护她，她不需要任何的同情，更轮不到你在她面前撒野。帮我看一下这个，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想法。资料整理得很不错啊，业内值得关注的点都罗列了出来。分析的也很有条理。喏，您看，添加的设计也很有新意啊。这个是吧？你觉得他有才能吗？这谁做的？这个笔记本是珍珠的。我呢就调查过公司偷钱的事情，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那个钱是珍珠偷的，我们只是听小白他一面之词。不能说那天晚上他最后一个下班就认定那个钱是他拿的，这样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，而且对他名誉有损，对他的前途也会有受到很大的影响的。公司不可以这么草率来处理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况且，他隐瞒自己有小孩的事情，我相信他应该是有他自己的苦衷吧。那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苦衷啊。对呀，所以说当时
你这么样的处理事情，我能够理解，是为了工作的效益，你做得对呀。你知道吗？连亚明都说希望他能够回来帮公司的忙。那亚明老师一向都很照顾他，要不然怎么会有我跟您说的那些传闻啊？所以呀，我也因为这个去问了亚明，而亚明呢，他也很坦白地告诉我，他说他是很单纯的，他认为珍珠呢，她是有这方面的潜力，所以特别的重用她。再一方面呢，就觉得她一个女孩子这么年轻，就没有了丈夫，自己带着小孩，一个人生活也不简单呢。所以玲玲，你不觉得她很可怜吗？那既然每次阿姨您都这样决定了，我当然也不会反对啊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玲玲你是通情达理的人。阿姨啊，我看这样好了，公司最近有个内部的总监助理竞聘考核，如果他能够通过的话，就让他重新回来设计部，这样公平公正的考试，既可以服众，那也算是给他一个机会吧。既然您和丁总监那么看好他，那我相信他一定能通过吧。非常好，真的我都没想到，玲玲还真的亏你想得到哎！我就说嘛，我有了你，真的我可以放120个心。快点进去喝他煮的汤，还不错哎。可风，吃饭啦！快点，菜都凉了。走。哎，珍珠，你去哪呀？老板，你们就先吃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那怎么可以呢？哪有说做完菜就让你回去的？坐下一起吃。坐坐。你坐吧。你自己舀汤喝啊。珍珠啊，你这次做的汤比上一次还要浓味道。那您就多喝点。玲玲，你试试看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其实呢，现在有一件事情，玲玲是想要跟大家说的。还是张总您来说吧。玲玲，这个机会是你给珍珠的，当然应该你来讲了。珍珠，是。你想重回设计部吗？如果你真有这个意愿，而且能够通过竞聘考核的话，我们让你回来。谢谢副总，我一定会努力通过考试的，谢谢。先别歇那么早，你都还没通过考试呢。而且这次的考核不但要考你动手画画之外，还有系统的理论。所以说呢，这次能不能够再回公司，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喽。老板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谢谢老板，谢谢副总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我
不是故意瞒着你，我有孩子的事。我是怕传到老板的耳朵里，我会被炒鱿鱼。对不起。等等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老是把谢谢、对不起挂在嘴边呢？你敏感一点行不行？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为什么被开除？康琳琳跟你过不去，她要开除你，随时可以找借口的。找借口？副总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啊？因为我拒绝他，所以他迁怒于你，找你麻烦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像个傻子？他明明就是公报私仇，你还感谢他？你没事吧？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凭什么指责我？我道歉是因为我确实有不对的地方。我道歉是因为我重新拥有了一次机会。也许这次机会对你来说很轻微，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在为我和孩子的未来努力。你是什么立场指责我？说话，我说错了吗？你凭什么你不高兴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批评别人？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是因为觉得我可怜，所以居高临下的恩赐一点你的同情心？还是因为生气我没有告诉你我结过婚，我有孩子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需要什么都告诉你吗？还是在我认识你的那一天，我就应该大声地说我结过婚，我有孩子？各位，在工作之前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件事。公司马上就要进行一次内部竞聘，通过这次考核，你们就可以成为总监助理。珍珠这次回来，也是和大家一起竞聘的。这次的竞聘一定是公平公正的，所以要参加竞聘的各位，你们都要加油。你自己也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哦。我一定会的，谢谢副总。好了，去工作吧。小偷也可以回来当设计师啊。小白姐，我们还是赶快复习考试吧。珍珠，总监，这是我当年的教材和笔记，这些给你。谢谢丁老师，我一定会好好复习的。加油！康总，进来吧。坐。没事，坐吧。康总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小白啊，其实我想要问你，你是不是很讨厌珍珠啊？你先不要紧张，其实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忙业务上的问题，那我也很想要抽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员工平时的情况，所以你有什么事，你尽管跟我说哦，不用害怕。康总，是这样的，您不要以为珍珠看起来傻乎乎的样子，其实那都是装出来的。她特别有心机，不然她怎么可能从车衣间这么快就升到设计部助理了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她平时人不是这样的吗？
我记得上次在车衣间的时候啊，他跟玛丽因为一点小事打起来了，还用水啊把玛丽泼得全身都是，好多人都看见了。什么？你说真的吗？对，而且还不止这些呢。康总，有些话呢可能不太方便我们去讲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您和张医生是天生的绝配。我们都很希望你们能在一起，可珍珠她，一个离过婚的寡妇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，老是觉得自己很有魅力，总是去骚扰张医生，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丁总监，他一直都格外的照顾珍珠。康总，我才是丁总监的助理，可很多设计上的事情呢，总监都不用我。这事我倒是也看出来了，我也觉得亚明老师挺欣赏他的。对啊，康总，您刚刚在外面宣布完竞聘的事情之后，丁亚明老师就拿着他自己的资料送给了珍珠，还让他好好复习。可像我们这样的，真的我觉得太不公平了。小白，你先不要着急，你也是参加这次竞聘的，对吗？对，因为我在设计部已经待了很久了，一直在做助理。我也很想参与关于服装设计的一些具体工作，但苦于没有机会。所以这次竞聘，我特别希望我能成功。小白，其实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员工，而且我也觉得你很适合这个职位。真的吗，康总？那您要觉得我合适的话，那我一定很努力的打败珍珠。那如果你真的会那么努力的话，那当然我也很希望你可以打败珍珠。当然，我也可以给你一些帮助。真的吗，康总？您帮我？但是我话说在前头，我帮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很适合这个职位，而我并没有要针对任何人的意思。听懂了吗？明白了。那您先忙，我先出去了。谢谢康总，加油啊！好。考试正式开始。越是简朴的材质，越要有长久的生命力。今天的题目是件适合商务场所的纯棉材质衣服，
开始。时间到了，各位停吧。这个花裙子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没有什么亮点。花裙子已经连续几年是热门，这从设计考核当中出现，一点新意都没有。衬衫是商务场合出现率最高的。这件衣服的心思就在细节上，里面的一层同颜色的衬布正好解决了白色容易透的问题。还有，这个系带可以通过系在不同的部位，实现不同的风格。珍珠，来演示一下。第一种，第二种，第三种，珍珠，恭喜你！谢谢老板。张医生怎么了？眼圈那么重，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？可能是值夜班，你熬多了吧？听说你最近总帮别的医生值夜班，您是不是失恋了？是不是在找寄托呀？你们女人脑子里面除了感情就没有别的东西吗？但是你脸上写着失恋两个字，您就别装了吧。哎，小徐，这是参加研讨会的报名表，你就放这儿了啊。尘肺病，还去矿区开这种尘肺病的研讨会，这有人去吗？这谁愿意去啊？这个就不是我的事儿，我不知道，我那边还有事呢，我先走了啊。
这个傻瓜才去呢，我才不去。对不起啊，康总。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？机会我已经给你了，是你自己搞砸的。你不是科班出身吗？结果呢，被一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小裁缝给赢了。你怎么搞的？论资历，你来10万比他早吧。结果呢，人家很好啊，从车衣间一步一步升到设计师了。你呢，你就在这个小助理职位上混到老笨。康总，我真的不知道珍珠她到底哪儿好。张总现在认可她，丁总监更是明目张胆地帮她。我觉得我们还是想个办法把她赶走吧。把她赶走？你有没有脑子啊？我只知道公事公办，人家没有过失，我凭什么赶她走啊？可是，行了，结果都已经这样了，你爱干嘛干嘛去，我不想管你。康总，我求求你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儿都让我去办，我会永远站在您这边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谢谢康总，那我就先出去了。仙女妈妈怎么没有来啊？我正想告诉你呢，她今天临时在医院有点事儿，来不了了。我婶婶在您家工作的还好吧？挺好的。我总觉得你是为了帮助我们，硬给婶婶安排了一份工作，担心会给您带来困扰。不会的，怎么会呢？其实红嫂帮我们家很大的忙，我们挺需要她的。真的吗？那我就放心了。院长，如果您以后有什么事儿，我可以帮得上忙的，你尽管说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您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？不是，是这样，我有一个老朋友的夫人，她得了肾脏病，而且挺严重的。透析又解决不了问题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肾脏移植，可是一直等不到合适的捐赠者。他很着急，可是我这个做医生的又帮不上他的忙，所以……哎呀，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办法应该有，比如，如果家里人同意捐赠，那就是最好的，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成功率。可是他夫人又不愿意连累家人，是不是会有风险啊？怎么说呢？其实这种手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，只要捐赠者在手术之后能按时吃药，就可以降低风险。那就是了，还是会有风险的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小琪去为我去冒任何风险的。那假如是你的妈妈呢？好，我是说假如。那就不同了。如果我可以救她，就算是再大的风险，我也会去试一试的。珍珠，你真是这么想的？那可是最亲的人，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？真是个善良的孩子。珍珠，实际上我刚才说的这个人……于院长，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好。喂，奶奶。什么？叔叔怎么了？怎么会被抓呢？
好，你先别着急，我马上过去。不好意思啊，院长，我家里出了点急事儿，我得赶快走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忙吧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哎。恢复稳定了。可风，我妈她怎么样了？师母她目前是没事了，因为她的体力比较虚弱，才会有这样的突发状况。我也担心她的体力没办法承受越来越密集的血液透析啊。可是我爸不是说已经登记做移植手术了吗？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？这个要问老师。我听说他亲自掌握了移植部门的捐赠名单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可风，你老实告诉我，那我妈是不是经常要面对这种生死关头？那是不是经常都会有这么危险的状况？你放心吧，玲玲，有我跟老师在，我们会尽力的。爸，您到底到哪里去了？您知不知道妈刚刚的状况有多危险？我给您打了1天电话，您都没有接。可风，刚才又出状况了。没事了。我知道你着急，可我比你更急。不过你要相信我，我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治好你妈的病，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，只要能治好她的病，我都会去做的。怎么样？有珍珠的消息吗？算了，时间太久了。这些年我一直没去找他，没去看他。这件事也怪我。既然你那么想的，那我就再托人找找他，肯定能找到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绝对不能去找他。雪萍，你明知道现在你坚持去找他太迟了，你现在去找他，难道你雪想？萍，不管怎么说，她都是你10月怀胎的女儿，血缘是分不开的。也许珍珠她也到处在找你，想跟你团聚。我说过你不能去找他，我不是随便说说的，我这是警告你。如果我可以救他，就算是再大的风险，我也会去试一试的。那可是最近的人，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？
院长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打这个主意。如果你还想打珍珠的主意，我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我要告诉报纸、电视、电台，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说到做到。进来，可风。院长，这是明天的会议报告，请过目。好，先放在这儿吧。怎么，还有什么事吗？院长，您今天不会又是要住在医院吧？师母的情况已经稳定了，其实您可以回家放心的休息。谢谢你。我自己会斟酌的，去忙吧。好。你好，李检察长。对。哦，查清了是吗？就是说，这20万他们还不上，债主就提起诉讼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再见。血压值恢复正常，师母，这2天的状况是越来越稳定了。这样说来，我很快就要出院了。能不能出院不是我可以决定的，要看你的主治大夫。但是我建议，师母你还是留在医院休养比较好。我躺得太久了，实在太难受了。妈，您就听可风的吧。医院这里有医生护士，有他们照顾你，我们也放心啊。妈，没事儿。我知道你在这里很无聊，但是我保证，你想吃什么，我保证给你送到；你想做什么，我一定帮你做好。我不想耽误你的工作，这样多麻烦。师母，你离开医院那才是麻烦林林。你都不知道前一阵子你状况不稳定，他有多紧张。不要说工作了，他连饭都不吃，24小时在这里看着你。好吧，我就当一个听女儿话的妈妈。妈，这才乖啊。那好，师母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你跟护士说一声，我马上过来。谢谢你了，可风。哎。琳琳，怎么了？本来想要提醒可风一件事，但算了吧，以我现在这种身份，好像不是很适合。所以你现在跟可风朋友，只是朋友，这样挺好的。我看他很关心你啊，还挺为你着想，让我留在医院里。没有啦，是你，本来就应该乖乖留在医院。他是医生，当然要为病人着想了。是吗？我总觉得可风对你的态度不像以前了，更知道照顾你的感受了。琳琳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你当初太注重跟他的交往了，让他心里有压力。但实际上呢，可风他并不是对你没有感觉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呢，有时候面冷心热的。是吗？你看，这样行不行？你们重新从朋友做起，让他慢慢的了解你。有你在他身边多好啊！你有什么就跟他说什么，你把他当作朋友，这样就不会别扭了，顺其自然。妈，谢谢。
可风，什么事？是不是师母怎么了？我妈没事，我就是想来谢谢你，刚刚帮忙劝了她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几天我真的很害怕，还好有你在，谢谢啊。你干嘛跟我这么见外？我们是朋友嘛。你进步了，以前你只会关心病人，没想到你还会关心我这个朋友。哎，只是你不要忘了，还有一个人更期待你的关心。谁啊？小提示，你猜猜这个星期天是什么日子啊？这星期天啊，我又要加班啊。看来我对你的期望还是太高了。这个星期天是阿姨的生日，你还是准备一下礼物吧，你别让她失望啊。准备礼物那多麻烦啊！喂，阿姨养你那么大都没有嫌过你麻烦。这样好了，反正我晚上也要给阿姨买礼物，要不一起啊？我可以帮你拿主意。也好，你们女生喜欢的东西应该差不多。好，那我就下班后去接你。那不见不散。